传言华夏有个神秘的护国组织叫麒麟，组织里的108位成员都是万中挑一的高手，他们上可移山填海，下可寻龙点穴。而我一个吊车尾的考古系学生却是麒麟中的一员。只因在一次古墓验船考试中，我徒手灭了一株千手罗刹，成为这次考试唯一的幸存者。当我满身伤痕地爬出这座古墓后，看到了一队荷枪实弹准备营救的考古专家，这时我才知道110号大墓虽然是考题，但初次挖掘的时候，因为被用来测试新生，才清空了所有危险。谁也没想到竟会遇到刚刚苏醒的千手罗刹，所以这场练胆从一开始的普通级变成了地狱级难度。还没来得及大骂，极度的恐惧让我一头栽在了卡车上。隐约间听到院长说了句：“你被他们看上了，明天会来接你。”于是第二天，一个老男人找到了我，给了我2个选择：一，忘掉墓中一切，平平淡淡过完一生；二，加入我们，探凶险古墓，见国家宝藏。我懵逼了，10秒后疑惑的开口：“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有没有听说过麒麟？”麒麟，听到这个词，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们学生圈子里一直有着这样一条传言：为什么华夏这片土地经历了1000年的战火，许许多多的国宝却能完整无缺的保存下来？那是因为有一群神秘人在默默守护着他们。这群藏匿于黑暗之中，化身为护国麒麟的人，在麒麟这个组织里，普通成员称为银麟，精英成员称为金麟，而高高在上的那群佼佼者，则要配黑刀以示荣耀，被称之为黑刀麒麟。想到这，我再次狠掐了一下大腿，还没愈合的伤口处传来的阵阵撕裂感，让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做梦，麒麟居然是真实存在的。而面前这个邀请我加入的男人，竟然是黑刀麒麟。老男人笑眯眯地领我上车，校车顺着东大街缓缓行驶。只是他们为什么挑上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干脆闭上眼睛休息起来。老男人似乎是个话痨，让我叫他老姜就好。他说他刚入这行时比我还紧张，2只手哆哆嗦嗦地抓着匕首，都不敢往僵尸肚子上捅，闹出不少笑话。后来见多了血，也就不再害怕血。老姜嘴角一直都是笑的。所以你一个人收拾掉1102里的千手罗刹已经很不错了。但我总觉得让我加入麒麟的理由绝非如此简单。在我的追问下，老姜终于告诉我，麒麟一共有108人组成，只有发生特殊情况才会选拔新人。老姜忽地踩了一脚刹车，沉默了好久才道：半年前我徒弟死了，因为我的失误低估了那座墓的等级，结果连累他被藏在墓里的金毛猴给撕碎。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他临死前最后一个眼神，是怪我见死不救，还是后悔加入麒麟？麒麟永远都是108人，所以你顶替了他，以后你就是我的徒弟。烟圈弥漫了老姜的脸，那是一种说不出的表情。接下来我们都没有再说话。车开了1天1夜后，在一栋深黑色的4层小楼前停下。这座楼没有任何的标志，也没有部门名称，宛若一座墓碑耸立在茫茫荒野之中。黑楼的入口是一条漫长的走廊，头尾各有一个穿着黑色中山装的人在值守。等进入到内部的一瞬间，我的下巴都快掉下来。谁能想到外表平平无奇的小楼里面居然全部都被改造了一遍，不仅有洋电梯，还有自动升降的地下车库，耳朵里都是滴滴滴滴的电报声。老姜告诉我，1楼是情报部门，相当于麒麟的耳朵，全国各地有任何一座大墓出事，都会在第一时间摆放在麒麟的案头，而情报人员会迅速计算出古墓的凶险程度，将其评定为 A、B、C、D 的等级，好确定由什么级别的麒麟成员出手。当然网上还有 S 级的古墓，这种墓往往杀机密布，九死一生，就必须请动黑刀麒麟了。老姜带着我继续顺着扶梯往上走，2楼是档案室，相当于麒麟的大脑，因为里面的藏书几乎都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孤本，包含了许许多多古墓知识、寻龙秘籍，还有麒麟这些年来处理诡异事件的机密档案。3楼是麒麟成员平日里生活的地方，但老姜并没有带我参观4楼，他说4楼是组织的秘密，我这种新人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之后老姜给我发了一套换洗衣服，安排了一个小寝室，让我自己熟悉熟悉环境就走了。整栋小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只有我成了空气。我逢人就问老姜去了哪里，可没人愿意搭理我。连续1个礼拜老姜都没有再出现，我实在憋得难受，干脆泡在了2楼的档案室，没日没夜的翻看机密文件。而我也在这些机密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1921年黑兰江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导致一条长达10米的龙形生物搁浅在了岸边，被当地渔民发现。麒麟第一时间封锁了那里，并放生了那条蛟龙，顺着蛟龙逃走的方向找到了一颗北海龙珠。1930年杨大盗安东尼公开杀死护陵人，劫掠大清皇陵，还企图走私出境。结果第2天安东尼在家中被离奇取走心脏，墙上只画着一只黑色的麒麟，而宝藏一件不漏的被放进了北平博物馆。这样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居然全部都是麒麟做的，其中有好几座大墓，甚至是老姜亲自带队。因为档案右下角我看到了他的名字江东虎，我重复着吃饭睡觉看文件。麒麟的藏书颠覆了我的世界观，而寻龙点穴下墓技巧的孤本秘籍更是让我觉得在考古学院3年是白学了。直到我在这里苟了1个月后，老姜才姗姗来迟，让我赶紧收拾几件换洗衣服，跟他去一个地方。憋屈1个月的我高兴极了，终于有事儿可以做了吗？快告诉我要执行什么任务。我屁颠颠的跟下楼。小子，不要笑得太早。老姜笑眯眯的打量着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抖开让我看。那信纸上并没有写去哪里干什么，只有一行字：秀水村大凶。
凶，字很潦草，像是10万火急之下写的。而信纸背面那一个巨大的血红色 S， 却让我整个人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两眼一黑，差点瘫痪。我只是一个新人，都还没有正式加入麒麟，为什么要去执行 S 级别的任务？要知道我当初拼死才解决掉的千手罗刹，也不过区 C 级，这不是嫌自己命长吗？我罢工似的杵在那里。老实说，你之前是不是收过很多徒弟，然后都被你这样给送人头了？老姜也不生气，时间太紧，路上我再跟你解释。于是我就这样被老姜给拐上了火车。此行的目的地是秀水村，一座潜藏在闽西大山里的农村。一切要从1个月前说起。这天，秀水村村民正在种地，突然天空黑了一下，开始漫天下起大雨，连续下了7天7夜，最终引发了后山的泥石流。可奇怪的是，那泥石流一道一道顺着后山往下淌，这不是正常的土黄色，而是血红色，远远看去就仿佛是一行行血泪。眼看庄稼地被冲成了血池，村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忽然一道闪电打得后山碎石崩裂，紧接着一个黑黝黝的长方形东西就顺着红色泥石流滚落下来。胆子大点的村民凑近一看，这才发现居然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村民大喊晦气，但那口棺材却如潘多拉的魔盒般吸引着大家打开。最终他们撬开了这口棺材，让人意外的是，里面没有尸体，只有沉甸甸的铜钱，还有一些珠宝首饰。秀水村是闽西出了名的贫困村，家家户户一年都吃不上一次肉，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卖掉这些铜钱和首饰。在文物贩子的口中，他们知道了这铜钱叫开元通宝，一串就可以换10枚崭新的银元。村长认定这场大雨是及时雨，棺材也是老天爷可怜秀水村，赏赐给他们的升官发财。于是哪怕那血水还在往下淌，村民们也没有逃走，反而家家户户搬着小板凳坐在水边，等着新棺材落下来。果然没2天，又落下了一口新棺材。这次棺材里的东西更值钱，除了铜钱外，还有金锭子。然后是第3口，这就是麒麟的眼线。在事后打听到的情报，这名眼线也不知道第3口棺材里装的是什么，只知道第3口棺材出事以后，秀水村就跟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文物贩子眼见生意没有下文了，着急的进山去找，却看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整个秀水村50多户人家都空了。他们绝非偷偷搬迁，因为有的屋子里灶台还是热的，私房钱还在柜子里锁着，就连衣服都一件件晾在外面。可人包括养的猪崽子鸡鸭全部没了踪影。文物贩子接触的禁忌多，知道怕是遭了什么大劫，也不敢停留，骑着马就往山下逃。逃到林子的时候，居然发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家伙。那家伙嘴角流着口水，眼神痴呆，看容貌正是秀水村村长之子孔二狗。刚想上前询问，一声惨叫响起，有鬼，有白脸鬼，他们要来抓我了！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麒麟的眼线认定秀水村附近有一座罕见的凶墓，而且能轻易夷平一座村庄，这才紧急上报。看完老姜递过来的这一叠文件，我眉头紧皱，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棺材里的开元通宝，说明这座墓一定是唐朝前后。唐朝时期，闽西属于不毛之地，我猜测墓主人是一位被流放的大臣，当时倾盆大雨倒灌古墓，就被闪电劈开，恰好打破了墓里的封印，流出了那许多血水。按照《宇内南经》记载，血种血尸，好获世人，以养精血，能发体肤，所以我怀疑这座墓可能生了灵智。前2口棺材是利用这帮村民的贪心故意放出来的诱饵，第3口棺材才是真正恐怖的存在，也就是孔二狗看到的白脸。可那白脸鬼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我真不知道，只有未知的才是最恐惧的。老姜对我的分析大加赞赏，他告诉我，这次不仅派出了他一个黑刀麒麟，还有1名黑刀麒麟会在秀水村汇合。你也不要太怕死，一路上听我们说，看我们做就行了。老姜怪笑道，我的脸颊当即抽搐了一下，出动2名黑刀麒麟，看来事情比想象中还要严重。火车最终停靠在宁化县，老姜下车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市集买了只金皮斑斓玳瑁猫。我问他买这个做什么，他说留给我防身的，但最好是用不上。说完就将猫崽子丢进我怀里。离秀水村还有10多公里，我们打算租一辆马车，可一听是去秀水村，几个原本为抢生意都吵起来的马夫齐刷刷的都停住了，转而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之前县城来过好几波外乡人，都点名要去那个地方，最后都是有去无回。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敢去秀水村。最终老姜决定买下一辆车，自己赶去秀水村。一路上老姜问我从马夫嘴里得到了什么情报，我想了想道，秀水村藏了一座古墓的消息，怕是纸包不住火，已经泄露出去了。那几批外乡人应该都是盗墓贼，不过我们现在去也来得及，看来他们损失惨重。老姜满意的点点头。就这样赶了几个小时的车，我们眼前终于出现了2座巍峨的大山，2座山就好像2只佛手，把中间的秀水村托了起来。佛宫托手，加取魁星，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水局，要是在古代村里都能出状元，可如今能出魁星的宝地却成了一块养尸地。2座山峰阴云密布，虽然才下过一场小雨，但空气中却始终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我们顺着那股血腥味来到了半山腰处的一座小窑洞，那窑洞仿佛一只妖怪的巨口，把周围的阳光都吞噬了进去。这时窑洞里传来一阵阵桀桀的笑声，那笑声像是拿手抠住嗓子眼故意发出来的，又像是用指甲盖在刮玻璃，听一次就让我鸡皮疙瘩抖落一地。怎么办？我将求助的眼神投向老姜，老姜却指了指窑洞，示意我先进去。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柄匕首携在胸前，打着电筒钻进去。这窑洞里到处都是破砖，应该是原先巡山人住的地方，自从秀水村被屠村也就荒废了。可洞穴深处的笑声又是怎么回事呢？正当我思考之际，忽然被眼前出现的一幕吓了一跳。但见洞穴2边的墙壁上居然用鲜血画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人
人脸，有的在笑，有的在哭，还有的张大嘴巴在尖叫。这些人脸画得很抽象，也就3岁小孩子的水平，可没来由的令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此同时，结那阵笑声又出现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打着手电筒四处张望，忽然一张惨白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那竟然是一个双手双脚都在地上爬的男人，灰蒙蒙的，就好像一条4脚蛇。他就这样定定的望着我笑，深白色的牙齿一开一合道：“你是在找我吗？”我当时3魂差点吓掉了2魂，幸亏老姜一直跟在我身后，飞起一脚将对方踹开。后来才知道，这男人就是秀水村的唯一幸存者，村长儿子孔二狗。看他脸上的鞭痕，还有腿上捆绑的绳子，应该还被进山的盗墓贼狠狠拷问了一番。他双目无神，无论我问什么问题，回复都是一阵阴森森的笑。直到老姜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白色小药片，让我喂孔二狗吃下去，孔二狗才没有继续傻笑。这药片似乎有强大的镇定作用，但效果维持的时间很短，因为接下来老姜问问题的速度很快。他首先指着墙壁问：“这些脸都是你画的吗？”“是我。”孔二狗答道。“那秀水村的村民都上哪去了？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死了，老爹3婶小花都死了，好多血，白脸不要来抓我！”孔二狗似乎想到了一场可怕的事情，爬到了窑洞的角落想躲藏，却被老姜再次提溜出来。“最后一个问题，你看过白脸对不对？告诉我他长什么模样。”“我不知道。”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刺激性太大，孔二狗再次发出了桀的笑声，哪怕又喂了1粒药都无济于事，怎么办？看来只能用最后一种方法了。老姜叹息一声，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按住孔二狗。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黑刀麒麟在我心中的地位愈发神秘，因为老姜居然从皮夹里掏出了2根银针，那银针比牛毛还要细，长度约莫有中指那么长。老姜出手极快，电光一闪间，2根针就没入了孔二狗的后脖子，而老姜的手指头则在轻轻捻着针尾，指缝间隐约飘起白烟，面色一阵红一阵青，就好像武侠小说里灌注内力一般。孔二狗失神的双目也在这一刹那恢复了光泽，就好像丢掉的魂被找了回来。老姜在孔二狗面前展开一张白纸，一支钢笔，焦急地说道：“快把你看到的白脸画出来。”这一招神了，孔二狗还真听从老姜的命令，只不过他没有用钢笔，而是跟在墙壁上画鬼脸一样，一口咬破了自己指头，用鲜血去涂鸦，一边画还一边嬉笑着：“白脸，白脸！”这一刻，时间变得尤为漫长，直到最后，孔二狗咚的一声倒在地上，老姜才松开银针，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而我拿起那张血腥味还没干的画纸，一瞬间恍若被丢进了数9寒冬的冰窟窿里。但见洁白的纸张上勾勒出了一个3角形的锥子脸，那张脸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只有一个红艳艳的嘴唇，就好像农村鬼节扎的纸人一般。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东西明明没有眼睛，我却感觉从他身上长了无数双怨毒的眼睛，仿佛要盯进我的心里。我连忙喊老姜来看，老姜的脸色也很不好，他说要在洞外休息一下，恢复元气。我问道：“那东西很厉害吗？”老姜点了点头，随即掏出一把精致的银色左轮枪，对着天空发射了一束红色的冷焰火，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信号枪吧。得让四妹抓紧时间过来会合了，不然咱俩都得栽在这鬼地方。老姜狠狠吸了口烟，骂道。在老姜的骂声中，我得知那白脸居然是百年难遇的血煞，刚出关的血煞就是一具脱了皮的尸体，浑身都是血淋淋的，只会简单的攻击和捕猎动作，并不可怕。可随着他吸食的鲜血越来越多，就会慢慢长出新皮和五官来，那个时候他的实力也会像飞一般的增长。所以这血煞一开始并没有暴露自己，而是利用秀水村民的贪心，骗他们撬开棺材，慢慢吸干全村人的鲜血增长实力。眼下他已经长出了皮和嘴巴，要是鼻子眼睛都长出来，怕是离尸王也只差最后一步。我问老姜，他嘴里的四妹是另一位黑刀麒麟吗？没错，而且四妹的剑是这东西的克星，只要他来，我们这次就有90%的把握。喵呜！正当我和老姜交谈之际，窑洞里忽然传来一阵猫叫声，那叫声很凶，就仿佛在对敌人发出警告。我顿时就想起了搁在洞里的那只金皮斑斓玳瑁猫，不好，出事了！老姜的反应比我快，他丢掉烟，3步并作2步的就冲进了洞里。等我慌慌张张的拧亮手电筒后，就看到带上山的那只猫，浑身的毛都炸开，正瞪着一双铜铃大的眼睛，龇牙咧嘴的对着一个方向咆哮。而在那个方向，孔二狗居然被一根麻绳给吊死了，一个疯子竟然在2个大活人的眼皮子底下死掉。那东西刚刚应该来过了。孔二狗是被魅主心神自杀的。老姜检查了一下尸体，判断道：只不过那东西速度实在太快，快到我们发现不了，只有这个小家伙看见了。说完，老姜指了指那只金皮斑斓玳瑁猫，我恍然大悟，所以你买了它，叫我报了一路，原来是为了这个功能啊。老姜解释说，猫跟老虎是近亲，天生具有猛兽的捕猎天赋，再加上嗅觉和视觉是人类的上万倍，所以哪怕血煞再快，还是会被猫误以为是入侵自己地盘的敌人。那血煞能收拾孔二狗，为什么不顺带收拾掉我们呢？因为他有智商，知道我们比孔二狗难收拾。你听过猫捉老鼠的游戏吗？老姜这句话令我一张脸垮了下来，感情血煞是想慢慢玩死我们，他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活着出山的。老姜表情凝重的道：走吧，我们得赶紧找到他的巢穴，这只血煞还没完全成型，每天晚上还要回墓里吞吐月光精华，那就是他最弱的时候。说完，老姜率先继续上山，我赶紧抱住那只金皮斑斓玳瑁猫。这一次我看这只肥猫居然格外顺眼。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秀水村，整座村子就像我们看到的情报一样，成了一座无人村。我和老姜一户户的踹开房门，果然连尸体都找不到，牲畜也都消失了。
了，甚至都听不到鸟叫。在村子的后头，我们找到了那条泥石流形成的血河，此时那血河已经红得看不到河底，散发出刺鼻的味道。整条血河从山顶流淌下来，仿若一条红色的丝带。我找了个玻璃瓶，想要接一瓶水，对着光研究下这红色的物质到底是什么。毕竟我是考古系毕业，对于科学研究多少懂点。老姜却突然喊了声别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迈开的一只脚停在了半空。原来我脚下的泥地里有一排奇怪的鞋印，那鞋印有一弯弯月牙形的纹路，不像是村民的平地布鞋。老姜蹲下身瞄了眼道，看到这一排排防滑纹了吗？这是登山用的回力鞋，盗墓贼穿的。待会儿上山的时候动静小点，他们应该就徘徊在古墓附近。那这水还有消失的村民，咱们不搞清楚就直接找墓吗？你不是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有些犹豫。老姜笑盈盈地看着我，这才拜师一天，学的倒是快，等你爬到山顶就什么都明白。带着万般疑惑，我跟老姜顺着血河两边的滩涂向山顶攀爬，有些地方极为陡峭曲折，我不得不使用背包里的飞爪钩和登山绳，毕竟我是考古出身，这些都是基本能力。正当我想将打好孔的绳子丢给老姜的时候，他却笑眯眯地在陡坡上行走如飞。等老姜坐在山顶悠闲地抽了一根烟，我才大汗淋漓地爬上去。我刚想夸他厉害，他却让我往下看，在山顶俯瞰整个血河，借着阳光的强大穿透力，我看到血河底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都以一种怪异的姿态扭曲，有的脖子转了180度，有的两条腿成了八字形。最恐怖的是，他们都张大了嘴，将一双双惨白的手举起来，像是在呼救，就仿若行为艺术家手中的血腥玩偶。要不是老姜扶着我，可能我都要一头栽下去，因为这一幕实在是太恐怖。我万万没想到，人间蒸发的秀水村几十口人居然都沉到了血河底，这条河让他们发了横财，也成了埋葬他们的坟墓。多看几眼，看多了以后再经历这样的事就不会害怕。老姜淡淡的说道。我足足休整了半个小时，才跟老姜继续往山顶深处摸索。情报里说是下雨天，一道惊雷劈开了那座墓，我们脚下有的碎石上已经出现雷气烧灼的痕迹，想必已经不远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小心翼翼，连怀里的猫都被我捆住了嘴巴。按照评书里讲，就是马摘伶人衔枚，因为附近极有可能盘踞着一伙盗墓贼。果然想什么来什么，往前推进了100米不到，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血红色洞窟。那洞窟周围都是崩裂的碎石，可怕的是洞里还咕咚咕咚的往外溢出血水。此刻那洞窟的旁边聚集着10几道身影，这些人腰后面都别着弯刀或者土枪，赤裸的上半身露出健硕的骨头肌肉，叽叽咕咕的像是在争吵。这群人应该来了有2天了，因为旁边还扎了2顶军绿色的帐篷。我跟老姜藏在石堆后，隐约能看到帐篷里躺了好几个伤员，这些伤员都是面色惨淡，时不时发出一句呻吟。让我奇怪的是，他们的伤都是左右手少了半截胳膊，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来时车夫讲的那个恐怖故事。昨夜里回来了一辆无人马车，拉着一车血淋淋的断臂。突然群贼惊慌起来，因为刚刚被放进洞的一个同伙出来，他是被守在洞口的2个人用保险绳拉回来的。此刻的他已经成了一个血人，不断的在地上打滚，发出惨嚎声。我定睛一看他的伤口，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跟帐篷里的伤员一样，他也是2条胳膊都没了。我将惊恐的目光投向老姜，这座墓闹鬼吗？怎么进去的人都是断掉胳膊？老姜笑了笑跟我说，这应该是一条狭长的墓道，四周都是天然玄武岩，那群盗墓贼的工具根本扩不宽，因此每次只能容1个人下去。而在墓道尽头有一道门，门上装了一种叫做子母阴阳月的机关锁，每次开锁必须将手伸入门上的暗孔，一旦开错就会遭受断臂之痛。这是5代十国时期机关大师的杰作，所以里面的极有可能是后唐墓。待会儿你进去前务必要把唐代机关在大脑里过一遍。我内心不禁暗赞老姜双眼的毒辣，人在墓外居然就能通过一条线索将整座墓看穿。等等，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眼下周围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盗墓贼，还怎么进墓？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姜就大摇大摆地走出藏身之地。我很无奈，那个叫张大把头的盗墓贼头立即命人将我俩五花大绑，这才开始问话。老姜一个字都懒得回答，只是让张大把头看看表。现在几点了？张大把头打开怀表道，傍晚6点。老姜点了点头。那你们离死还有2个小时，再看看日落吧，这可能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看日落了。那张大把头咔嚓一下就把枪抵在了我的额头上。你什么意思？今天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就先枪毙你儿子。再过1个小时天就会黑，血煞会回潮吸食月光，你们觉得自己那点道行可以对付得了血煞？老姜开口道。张大把头咽了一口唾沫。你不要诓我！血河滔天，鸡犬不留。如果连这句话都没听过，你就不配当纵横盗墓界的进大帮把头张一龙了。你怎么知道我叫张一龙？我还知道你右手的一根手指头是被谁斩下来的。这座墓里没有宝贝，只有一头快成气候的血煞。趁还有时间，带着你的伤员快走吧。老姜一边说，一边亮出了腰间的那柄黑色的短刀。你是麒麟，黑刀麒麟。张大把头的瞳孔急剧收缩。再晚点，估计他会生气。老姜的下巴挪了挪，脸始终都是笑着的。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血洞上不知何时站着一个杀气冲天的黑衣女子。那女子提着一柄剑，下摆随风飘荡，美得如同画家笔下的丹青泼墨。因为戴着黑色面纱的缘故，看不清她的面孔，但她那双眼睛却如万年不化的冻土一般冷峻。她的腰间同样插着一柄黑色短刀，显然她就是来跟老姜会合的。
另一位黑刀麒麟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张大把头见到这个女子比见到阎王爷还害怕，他飞快地挑开我和老姜身上的绳子，冲我们抱了抱拳，就带着10几个盗墓贼抬着伤员灰溜溜地下山了，从始至终都不敢吭一声。老姜咧开嘴冲着黑衣女子讨好：“四妹，你来了，你来我就放心了。”通过交谈，我知道了，黑衣女子正是那排行第4的黑刀麒麟，叫做贺兰雪。她手中那柄剑叫业火，是天下一切僵尸的克星。张大把头的拇指曾经被她斩下的，怪不得张大把头看到她就跑了。我们3个人踩着浓密的血水进入到洞中，整个血洞里漆黑一片，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我看到墓道里刻着各种恐怖的小人，个个都瞠目龇牙，骇人万分，竟跟我所见过的古墓都不一样。一般古墓都讲究视死如视生，福泽子孙禄，墓道也都是笔直笔直的，方便墓主人灵魂升天。可这座墓曲曲折折，又雕刻着如此多不祥的小人，更像是某种神秘的祭祀或者是镇压。而且正如老姜所料，墓道尽头真有一扇铜门，门上画着我从未见过的镇墓兽，青面獠牙，说不出的狰狞恐怖。门内不断传来滴答滴答的机关运转声，门外只有2个孔洞，刚好能容纳一个人伸手进去开锁。那2个孔洞已经惨不忍睹，上面溅满了鲜血，下面还有没来得及带走的一排断肢。正当我犯难门要怎么开的时候，贺兰雪让到了一边，老姜则笑盈盈的把手伸了进去。老姜，我焦急的喊了一声，老姜却不慌不忙的回头道：“放心，世上没有我打不开的锁。”随着老姜的摆弄，门内的击破声越来越快，越来越急。忽然哐的一声，像极了铡刀在急剧下落。快缩手！我大叫。可老姜依旧雷打不动。令我吃惊的是，铡刀在距离老姜2条胳膊还有几厘米的时候顿住了。紧接着，木门在我们面前缓缓敞开，露出了一丝久违的光亮。原来墓内站着一排提灯的宫女雕像，光亮就是从长明灯发出的。老姜拍了拍袖子的灰尘，示意我们可以进去。而我对老姜的佩服又多了一分。一个人对机关的掌控要到什么地步，才能像他这样？贺兰雪看出了我的惊讶，道：“以后他的本事你都能学会的。”我点了点头，随即瞠目结舌地指着前方：“这是什么墓？”在我们面前的主墓室，四周都是用朱砂石绿、蓝孔雀石绘制的五彩壁画，似乎是在描述一位将军征战沙场，位极人臣，直到病死下葬的全过程，非常大气磅礴。但中间居然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坑里都是血水，咕咚咕咚的往外冒出泡泡，仿佛一直处于煮沸的状态。血坑东西南方向围着3处走石明台，但明台上的3口陪葬棺都不翼而飞，应该就是被大水冲下山的那3口棺材。前2口里是金银珠宝，最后1口藏着头血煞，在血坑之上还悬空吊着1口主棺。这口主棺跟我所见的棺材又有所不同，它不是长方形，而是菱形的，被3根手臂粗细的青铜链子拴住，从墓顶倒掉下来又是封印。到底墓主人做了什么，会从一个古代大将变成连死都不愿意让其安息的罪臣？悬挂的棺材仿佛随时都会坠落，带给我一种极度压迫的视觉冲击力，一时间脊梁骨都发了寒。离起点还有多久？贺兰雪蹙眉问道。老姜看了看手表，不到半个小时了。都埋伏起来，先把那只回来的血煞解决掉了，不然拿不走墓里的东西。随着贺兰雪一句话说完，老姜就虚掩上木门，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大袋白色的米粒，哗啦啦撒在了脚下。我知道这是糯米，而且至少是10年以上的陈年糯米。紧接着老姜和贺兰雪对视一眼，就飞身跳到了墓顶的横梁上，打算请君入瓮。我焦急地看向他们俩，合着你们飞檐走壁，可我伸手不行呀。最后老姜让我藏身到走石明台之后，关切地叮嘱：切记，待会儿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要发出声响，这不是你能参与的战斗。我点点头，望着墓门的方向，既紧张又有一丝莫名的期待。时间1分1秒过去，距离7点越来越近。说实话，我已经变成了一只惊弓之鸟，哪怕是洞内滴答滴答的水声，都会让我以为是血煞来了。忽然间，我看见横梁上的老姜将黑刀抽出半截，一直闭目养神的贺兰雪也蓦地睁开眸子，我就知道坏了，那鬼东西准是到了。果然，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开始靠近，那笑声忽左忽右，阴恻恻的在墓道里飘荡。我忍不住探出半个脑袋，想看看这传说中的血煞到底是什么模样，究竟与孔二狗画的有何不同。然后我就看到2扇木门的缝隙中间出现了一张惨白惨白的锥子脸，那张脸平平整整，虽然没有眼睛，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死死地盯着我。我也瞪大了双眼瞪着他，就这样僵持了几秒钟，我终于爆发出了一声尖叫。老姜则在横梁上提醒：他发现你了，跑起来往里跑。我当时也顾不得许多，站起来撒腿就跑，但跑着跑着总感觉差点意思。这主墓室是封死的，只有一个入口，我要怎么往里跑？回头看那血煞一下子被吸引进来，2只脚踩在糯米上，发出滋滋的烧灼声。我立马什么都明白，老姜将我留在下面，就是拿我当诱饵，用我的活人气息去勾着鬼东西入套。此时我恨不得将积累了20年的脏话都飙出来，可却听老姜喊了声趴下。说时迟那时快，老姜和贺兰雪同时拔刀，但见2道身影从血煞背后交叉而过，那一刹那仿佛风停了，光停了时间也停了，只有一道十字形的雪亮刀锋，宛若黑暗中的霹雳闪电，破开了血煞的后背。看到这一幕，我只想起了一首诗：双刀交骨雪花冬，剪断吴松江水魂。血煞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嚎叫，背上的伤口咕咚咕咚的冒出深红色尸水，味道极其恶臭。但这看似致命的一击并未杀死他，反而激发了他的力气。为了避开地上的糯米，他居然嗖的一下跳到了墓顶，4只长出的血红指甲牢牢地扣在岩石上，脑袋诡异地转动180度，锁定了我，看起来仿佛一条白惨惨的4脚蛇。我也不明白这东西为什么一直针对我，不管我跑到哪里，血煞就会跳到哪里。那锋利的弯钩状指甲，甚至连走
石明台都能刮出5条深深的沟壑，现在该怎么办？我灰头土脸的道：老姜二人离我这里还有一段距离，而且速度没有血煞快，所以短时间内根本指望不上他们。把猫放出来。老姜开口道，我这才反应身上还有一只猫，赶紧撕开猫嘴上的布条。说来也怪，这小小的金皮斑斓玳瑁猫居然丝毫不畏惧血煞，炸开了毛就对着血煞咆哮，宛若猛虎下山一般。我也乘机起身想回老姜那边，顺着糯米走，不要回头。老姜大叫，可提醒已经晚了。我一回头，刚好跟那血煞脸贴着脸，迷迷糊糊间，我就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好似灵魂要飞出来一般。血煞的那张脸明明没有眼睛，我却看到了一双带有无穷魔力的眼神，要将我带往另一个世界。我的目光呆滞，四肢都不能动弹。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变成这东西的猎物时，墓室里陡然间响起了一声交炸，还有枪的一阵拔剑声，一柄长剑毫不留情地刺穿了血煞的心脏。是贺兰雪，他此刻还保持着单手持剑单膝跪地的姿态，冷艳中带着几分英气。而血煞被刺穿的部分立马像是被点燃了一般，冒出了簇簇黑色的火焰。血煞越是挣扎，火焰烧的就越厉害，最终将这东西烧成了一具干枯的骸骨，直至化为灰烬。难怪老姜说贺兰雪的剑是血煞的克星，这才是剑名业火的含义。在佛教典籍中，业火是可以净化一切灵魂的地狱之火。血煞被解决后，我们总算可以放心大胆地打开主棺。虽然这口棺材是被吊在半空的，却难不倒我们3个。我目测了一下距离后，用缆绳组成了一个简易的滑轮，很快就将棺材放了下来。菱形棺材的正面印着一行古书，逆陈温涛之墓，居然是温涛，我大吃一惊。哪能想到在鸟不拉屎的闽西秀水村，居然会找到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盗墓大王之墓。传说中，温涛是5代10国时的一位鬼将，之所以被称之为鬼将，是因为他无论是打仗还是做人，都透着一股鬼气。他曾经1天1夜就率领绝子军杀入洛阳，拯救了当时的皇帝，被封为异姓王。而且他的军队从不收朝廷发的军饷粮草，在深夜行军。有时路人还会看到这支军队抬着棺材，撒着纸钱，一边跳舞一边推进，宛如阴兵压境。因此敌人还没交锋就闻风丧胆。真像是温涛本是一名盗墓贼，手下也都是流寇，所以绝子军每到一处都会挖光当地大小墓穴，拿走奇珍异宝均分。但对这些皇帝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不要军饷的将领谁不喜欢。可惜的是，有一天温涛忽然就病死，皇帝为他主持了盛大的葬礼，正史中对他的记载也就到此为止。然而温涛究竟是得了什么病？他死后手下的绝子军去了哪里都成谜。听我说完，老姜没发表意见。确实眼前这座墓充满了矛盾，一个封王的大将死后居然不葬在东都洛阳，却被发配到了这处不毛之地，墓碑还被写上了逆陈，棺材还被封印，到底多大的仇，多大的怨？不过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只要打开棺材，一切疑问都会被解开。我向老姜投去一个眼神，老姜沉默片刻道：开吧。于是我和老姜拿出凿子等工具，沿着棺盖的缝隙一点点的去撬。谁能想到，杀死一头血煞花了我们10多分钟，撬开这口棺材却花了我们将近1个小时，因为棺材被足足钉入了28根铁钉。等将所有钉子撬出来，我已经是汗流浃背。姊妹，你看着点，这是28星宿镇魂钉。设计这座墓的人是想让死者化为血煞，永世不得超生。只不过秀水村山洪爆发，出了点意外，导致先一步变成血煞的反而是陪葬的妻子。又是封印，那这口棺材现在安全吗？我问道。问题不大，但有4妹看着，总归是好。老姜一边说，一边招呼我帮忙推开棺材板。贺兰雪只是横剑站在那儿，目露杀气。打开棺材后，所有我们预料中的惊变都没发生。棺材里只有一具干枯的骷髅，那骷髅表情狰狞，嘴巴大张，仿佛临死前遭受了巨大的绝望和折磨。而在棺材板的背面，赫然写满了一行行血字，就像是隔着1000年的死亡诅咒。再看到血字中夹杂的一道道抓痕，我瞬间全明白了，这具干尸或者说是温涛，并非正常病死，而是被钉在棺材里活活闷死的。我用手抚摸着那些血，一段尘封的秘密也慢慢展开。原来温涛晚年意外寻到了一幅古卷，里面记载着一座惊世大墓。这对盗墓贼出身的他来说，无异于此生最大的挑战。可当他带着1万绝子军出发后，却也遭遇了此生最大的失败。血字上并没有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只说他们遭遇了来自幽冥的诅咒，绝子军丧命数千，温涛本人也一病不起。可越是这样，那座墓就越是对温涛有一种致命的诱惑。于是他连异姓王都不做，只在家中深居简出，一遍遍地模拟着破除诅咒之法，盼望2次下墓。然而消息传到了皇帝耳中，却变成了温涛正在策划谋反。为了避险，温涛干脆装作病死，希望借此逃出洛阳。这一切却早被皇帝知晓，皇帝亲自支持葬将温涛的棺材钉死，埋葬在了闽西的不毛之地，钦定叫这背叛自己的人永世不得超生。血字的最后，温涛发下狠毒的诅咒，要让后唐2世而亡，并表示那幅无名古卷就在自己随身的铜匣中，自己在那座墓中的珍贵笔记、盗墓心得也都标注在了古卷之上，希望后代有缘寻访，至此可以完成自己未尽的心愿。2下阴虚。你说那座墓叫什么？老姜语气惊讶地问。阴虚啊，我答道。令我奇怪的是，前面温涛的经历如此离奇，都没有勾起老姜的兴趣，但一提到阴虚2字，他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甚至连后面的贺兰雪也是面露古怪。可无论我怎么问，老姜就是不告诉我，反复只有一句话：小子，我不告诉你是为你好。无奈之下，我只好将目光投向干尸，紧紧搂在怀中的那口铜匣子。这铜匣子呈正方形，每一面都烙刻着精美的图案，但每一面的图案都是错乱的，就好像是一个等待还原的魔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错乱的图案总给我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下意识地朝着铜匣子摸去，别碰，这是罕见的机关匣，只要一步拼错，就会毁掉里面的东西。等老姜小心翼翼地准备捧出铸铜匣时，却不禁骂了一声娘，因为铜匣哪怕稍微挪动，上面错乱的图案也会发生位移。温涛果真是盗墓之王，这也意味着大家将铜匣带回集麒麟之力破解的想法，泡汤要么就在这里打开，要么就打道回府。看来这世上还真有我打不开的机关呀！老姜感叹一声，随即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贺兰雪。贺兰雪也同样摇了摇头，毕竟一次的机会谁也不敢赌。可此时的我心中那股熟悉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那铜匣仿佛守候千年，只为等我去打开它。或许我可以试试。我鬼使神差的道。老姜和贺兰雪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目光，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考古系新人而已。不等二人同意，我便直接上手，凭借着那股超强的心灵感应，只花了5分钟，就将这个看似无法破解的匣子恢复了庐山真面目。原来这铜匣的每一面都烙刻着一幅洒金冥兽图，只不过6面的冥兽各不相同，有混沌穷奇、绿无、饕餮王相、乌之奇等等，都属于山海经中有名有姓的凶兽。这些凶兽全部相互环绕，围绕着一只诡异的大眼睛。令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正确还原，只听咔嚓一声，那匣子居然一分为2，一片灰尘扑朔而出，露出了一叠厚厚的羊皮卷，居然真的开了。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姜此刻看我的眼神宛若在看妖怪，我苦笑一声道：如果我说这匣子上的图案就纹在了我的背后，你信吗？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我脱掉了自己的上衣，顿时露出了矫健的后背，背上那狰狞的6只凶兽，特别是中间那颗栩栩如生的眼睛，令现场安静的连一根针落下来都能听见。在老姜的追问下，我陷入了回忆。我的老家经常下雨，时不时就有雷电劈死耕牛和树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雷震。雷震只有我们一个家族在那里住，世世代代。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记忆中，家族很少有人出远门，而且有3条难以理解的规矩。第一，新出生的孩子必须被刺下一个神秘的纹身，也就是所谓的6头洒金冥兽图。第二，无论男女，只要到了40岁，就得去祠堂养老，从此与世永隔，哪怕儿女都不能相见。第三，不能娶外地的女人为妻，不能去外地求学，也不能在外地务工。这3条规矩就像是3条沉重的枷锁，把李家钉死在了雷震。也有年轻人不信邪，想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但没过多少年，都会有死讯陆续传回镇子，他们通通没活过40岁。老族长说，这就是违抗规矩的下场，只有雷电才能庇护李家人的逢4之难。而我从小喜欢读书，知道这些都是封建陋习，更是亲眼看到父母在40岁那年被几个壮汉血淋淋地拖进了祠堂。小兰，小兰，当时父母那声嘶力竭的呼喊，让我对雷震产生了深深的恨意，于是选择在一天夜晚离开了这个让我厌恶的地方，漂泊到北平念书，最终考上了中央研究院。那雷震的人有告诉过你这个纹身的含义吗？没有，我摇了摇头。老姜深吸一口气道：现在我告诉你，这是温涛手下绝子军的军徽。相传温涛每到一座大墓，都会献上6升贡品，以平息6方守墓兽的怒火。那6方守墓兽正是混沌穷奇、离物、饕餮王相、乌之奇。也正是这些凶兽的庇护，温涛才能有如鬼神相助，无往不利。我之所以不敢动手，是因为开启这口铜匣子的几率是1/1000，你却一次就能打开。看来你跟温涛有很大的渊源。渊源？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贺兰雪在旁边淡淡的问：你叫什么名字？李金兰呀。温涛封王之后被赐姓什么？李。我几乎脱口而出，随即恍然大悟，莫非生活在雷震的李家真的是盗墓大王温涛的后代，所以才会知道绝子军的神秘军徽。看到后知后觉的我，老姜和贺兰雪都微微一笑，老姜更是一拍我的肩膀：小子，你知道这张羊皮卷对麒麟有多重要吗？这回我算是捡着宝贝了。他上下打量着我，显然我就是那个宝贝。之后老姜没有再废话，而是戴上手套展开了匣子里的羊皮卷。这厚厚的一沓东西展开后居然有1米宽2米长，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小字，还有图案，最小的字甚至比蚂蚁还要小。老姜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喷雾瓶，将一种不知名的液体喷洒在了羊皮卷上，似乎知道我要问。旁边的贺兰雪柔声解释，这种液体能形成一层隔绝氧气的保护，如果不做保护措施，很可能我们将羊皮卷拿到洞外，一接触强烈阳光就化为灰烬了。贺兰雪的声音虽然冷，但是很好听，就好像微风吹拂着兰花的芬芳。老姜又将铜匣子上雕刻的图案拓印了6份，这才带我们离开了雪洞。等我们出山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的凌晨。看到远处雾气缭绕的青山，我问老姜，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老姜神秘一笑，什么结束？你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老姜告诉我，善后工作会有麒麟的人去做，墓穴会封死，血河里的尸体会被埋葬，秀水村也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住进一批新的面孔。秀水村从没有出事过，这就是对外界的交代。我不禁倒吸了一口气，虽然用词不当，但这才叫做真正的死无对证。贺兰雪一直护送我们到北平，然后坐另一班火车离开，他还有其他任务在身。老姜翘着脚尖，恋恋不舍地目送着自己的四妹，这一幕倒是把我看乐了。原来这老头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不过一回到麒麟总部，老姜就正经起来，他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耳语了几句话，中年人立刻命令整个1楼全部放下手头的事，开始查找线索。一时间楼层里都是滴滴滴的电报声，我知道这个庞大的情报部门开始运转了。老姜则和几位专家模样的人开始在一个小屋里研究带回来的那张羊皮卷。
我好几次想进去，都被门口的警卫拦住，说我无权接触重大机密。我只能继续无所事事的看看书或者逗弄一下。带回来的那只金皮斑斓玳瑁猫，因为这小家伙凶巴巴的，特喜欢吃肉骨头，我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大虎。老姜3天3夜都没出来，只有1楼的人偶尔急匆匆递上了一份情报，小屋才会打开一条缝，然后迅速关上。但我时不时能听见小屋里传来争吵声或者摔杯子的声音。羊皮卷上到底写的是什么？他们是遇到了什么大的难题？直到第4天的早上，我还在睡懒觉，忽然有人拍了拍我，一睁眼就看到顶着一对黑眼圈的老姜。见我醒了，老姜赶紧挤出一张笑脸，问我饿了吗？想吃什么？我开口道：有豆汁和炸圈吗？结果没过10分钟，老姜就将一份金黄酥脆的早餐摆在了我的面前。看着无事献殷勤的老姜，我没来由的生出警惕之心，问道：师傅，你这是怎么了？不，你是我师傅。老姜道。我不禁一口豆汁喷出来，大半都落在了老姜的脸上。他这是研究羊皮卷，把脑子研究坏了。老姜似乎想要发作，但很快皱起的脸又变得笑眯眯。他用袖子擦了擦豆汁，一会儿给我拿书，一会儿给我喂猫，到中午又问我想吃什么。我眼珠子转了转道，那我要是想吃涮羊肉呢？最后老姜真的弄来了一口铜锅，2大盒切好的羊肉片，坐在那一边切韭菜花，一边眼巴巴地看着我下肉。晚上我表示好久没吃全聚德烤鸭了，老姜只是答了一声得嘞，就去食堂给我弄来一份热乎的。就这样度过了奇怪的一天。第2天我决定给老姜出一个难题，就说自己想吃地道的兰州牛肉面。麒麟总部在北平郊外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老姜显然也知道我在蹬鼻子上脸，但依旧噔噔噔地下了楼。大约过去了4个钟头，他才满头大汗的将一份汤头浓厚、飘着红油的兰州牛肉面放在我面前，光闻味道就知道100%正宗。后来我才得知，这是麒麟利用情报网在老北平胡同里请来了一位回族大叔，又从兰州搜罗到了牛肉面配方，这才给我做了出来。说吧，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事？吃完面的我打了个饱嗝，见老姜还在支支吾吾，我顿时不耐烦的叫道：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再不说我可就睡觉了。最后老姜只得苦笑一声：我们可能需要你带我们去一趟雷震。打死我也不回那个鬼地方。我下意识的回答，但很快就发觉老姜一脸的凝重。是因为那张羊皮卷吗？你们这么厉害都破解不了？事情的发展出乎了我们的意料，这张羊皮卷不是用羊皮做的，而是用活人的皮削制而成。最关键的是，温涛将自己下阴虚的种种遭遇，还有盗墓中得知的某个重大秘密，全部是用一种这个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字写的。麒麟努力了3天，都找不到这种文字的字典。什么文字？一种专门跟鬼沟通的文字，我们叫它舔文。雷震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如果你真是那个人的后代，那你的家乡一定有人认识这种文字。好，我可以带你们回去，但你得答应我3个条件。什么条件？老姜表示，只要不违背麒麟的准则，都可以答应。那好，第1个条件，我笑着竖起一根手指，从现在开始，不可以再隐瞒我。你指的是？老姜居然还在装糊涂，我也不惯着他，直接开口道：告诉我阴虚到底是什么，还有你们知道关于我身世的全部。乖徒弟，这些东西一路上咱们慢慢了解。老姜陪笑道。我开始不高兴了，我故意冷起了脸道：我这个人有个坏习惯，只要一不高兴，记忆力就会减退。雷震在哪？我去过那里吗？面对我这个混世魔王，老姜第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奈，他用一种无比凝重的眼神注视着我，就这样足足持续了1分钟才说道：你真的想知道？对于一个新人来说，知道的太多，离阴曹地府也就不远了。爷乐意，我翘起了2郎腿。好，老姜看了看手表，半个小时后2楼会议厅。说完之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他似乎很生气，走的时候还用力摔了下门，传来哐当一声。望着老姜的背影，我叹了口气。雷震，我是必须要回去一趟，哪怕老姜不求，我也会一个人去，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此番可以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但在强烈预感之后，还伴随着一种不祥的征兆，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雷震等着我。此次出发很可能9死1生，所以走之前我起码要做个明白鬼。半个小时很快就到，我急不可耐地赶到了2楼会议厅。会议厅很大，中间有一张红花梨的长桌，长桌背后的墙上镶嵌着一只4爪奔腾的黑色麒麟，而老姜已经坐在长桌的一角，黑着脸等我。出乎我意料的是，会议厅里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梳着油亮的大背头，面露严肃。见我来了，中年男人将一张纸推到了我的面前，叫我签字画押。我眯着眼去看，里面似乎都是一条条的保密条款，什么不能告诉外人，也不能告诉父母子女，甚至连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都得防。说白了，就是把一切秘密烂在肚子里。本来是想再等等的，但为了伺候好你这位小祖宗，只能让你提前加入组织。老姜无奈的去点烟，被中年男人说了句禁烟后，吓得赶紧将打火机收了回去。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都是成为麒麟的必要流程，也只有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麒麟，他才能告诉我最高机密。最后一道流程是宣誓，我稚嫩的声音在会议厅里回荡，我宣誓自愿加入麒麟，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去捍卫国家宝藏，无论身陷重围，无论血流殆尽，华夏在我心中永远高于一切。说实话，当时我读这些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直到后来经历了太多牺牲与离别，才慢慢知道了麒麟的含义。
意，以至于每每想起都热泪盈眶。眼看宣誓完毕，中年男人点了点头，老姜这才拉下一块白色幕布，用胶片机投射出了一张巨大的照片。照片很模糊，似乎是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匆匆拍摄，我只能隐约看到有一条条连绵起伏的丘陵，还有一方方规整的土坑。奇怪的是，盯着照片看得越久，越感觉这些东西组成了一张诡异的四方人脸。这张四方人脸足有上万平米那么大，眼睛的位置是2个巨大的黑洞，而它的嘴巴则呈现出一个古老的门字形，好像是一张巨口，要把方圆几千米的生灵全部吞进深渊。我闭上眼睛，甚至能听到那种嚼碎骨头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是鬼的脸，恐惧就好像蛇一般爬上了我的后背，让我脊梁骨发凉。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这张四方鬼脸在冲我笑。恍惚中还看到了一群赤裸着上身的小人，抱着一件件奇怪的青铜乐器，在鬼脸上进行祭祀。他们阴森森地看着我，挥舞着手，仿佛在说：“来吧，这里才是你的家。”这是什么地方？我问道。阴虚啊！老姜瞥了眼我额头上的汗珠，冷冷一笑：“怎么半个小时前还死乞白赖的逼我，现在就怕了？”原来所谓的阴虚，并非是一座古墓，而是一个庞大的古墓群，或者说是一个失落的王国。阴虚坐落在安阳，是曾经的商朝人迁移到这里建立的首都。传说商朝人好战，并且崇拜鬼神，所以他们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征讨四方，都离不开祭祀。小的祭祀用畜生，大的祭祀则是用活人。有的祭祀坑甚至会用上千人的鲜血灌满，极其恐怖。虽然如此，但商朝却是华夏史上的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开创了青铜文明。只可惜商朝灭亡后，最后一位商王对敌人和自己都发下了万年的诅咒，导致都城永远沉没在了地底，变成了现在的阴虚。老姜告诉我，这张照片可是麒麟花了大力气借来一架高空侦察机，在1000米的云层上拍摄。虽然很模糊，但足以看出阴虚的规模有多大。这也是组织上下都对阴虚十分重视的原因。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这里面不知道埋藏了多少价值连城的青铜器，以及不为人知的秘密。然而这是一个不祥之地，也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老姜深深地叹了口气，告诉我，古往今来，曾经有无数伙盗墓贼打上了阴虚的主意，可都找不到真正的入口，一个个都踏上了陷阱，死得惨不忍睹。根据野史记载，秦朝有一个叫做冯礼，带着50多个流寇闯入阴虚，还没开始挖，就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找不着北。一群人居然因为迷路活活饿死。东汉末年，曹操也曾派遣摸金校尉刺探过阴虚，当时打了3天的盗洞，可都找不到古墓，只能空手而回。可回来的摸金校尉们，哪怕有摸金符护体，也都无法幸免。他们或是抠掉了自己的眼睛，或是拽出了自己的舌头，或是互相残杀，最终全部惨死。这也是摸金校尉唯一的一次惨败。阴虚就仿佛是一个吃人的魔鬼，无论谁进去，最后都只能沦为他的陪葬品。这里也被当地百姓称为鬼不收，也就是鬼都不敢去的地方。几千年来，能从阴虚活着出来，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祖上盗墓大王温韬。虽然温韬也失败，但他却找到了真正的入口，可以说是千百年来离阴虚最近的一个人。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或许他第2次真的能打开阴虚的大门。可惜这位大将军，哪怕心里想的只剩下阴虚了，也被怀疑谋反，本人被钉在棺材里活活闷死，家族也被屠灭。说到这，老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温韬既然是盗墓贼出身，做事肯定狡兔3窟，不可能让皇帝把自己一锅端掉，应该是让自己子女提前跟着信任的绝子军跑路，之后一边躲避追杀，一边四处躲藏，最终定居在了现在的雷震。虽然已经历经了几百年，但还是会刺下纹身，提醒后人他们是温韬的血脉。而温韬也带着那张写满秘密的人皮卷，静静地躺在秀水村，等着后人的到来。时至今日，记录阴虚真正入口的只有那张人皮卷。温韬第一次下阴虚时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中的到底是什么诅咒，对麒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下这种超 S 级别的大墓，没有情报是根本办不到。派多少黑刀麒麟都是送人头，所以你必须要带我去一趟雷震，让我们知道人皮卷上写的是什么。这不仅是我的意思，也是麒麟最高首领的意思。此刻的我还在深深的震惊之中，老姜也不着急，只是把香烟放在鼻子下面闻着味等我。见老姜这副馋相，中年男人微微摇头，带着我画押的文件离开。离开前还不忘告诫，记住，厅内不许吸烟。这哪能呀，林主任，纪律就是纪律。老姜咧开嘴表态，原来中年男人是麒麟里的掌管纪律，难怪老姜看到他发怵。可林主任的脚步声刚远去，老姜忙不迭的就点着了烟，狂吸2口，表情极为享受，连我一个劲的表情暗示都看不到。很快，老姜就跟去而复返的林主任对上眼，那一瞬间，老姜的表情活像被抓奸。抓贼拿赃，我还不知道你。林主任怒道：“记，小过一次。”最后，会议厅里只剩下我望着阴虚的照片后怕。老姜望着半截烟骂人，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我对老姜说道：“我觉得越快越好，明天早上我们就动身吧。现在我要动用第2个条件了，去雷震的一路上都要听我。我的主意很简单，我还是小时候从雷震逃出去的李金兰，只不过后来去了英国念书，现在留洋回来了，思乡情切，这才带着管家老姜回雷震探亲。目前这个身份是最好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雷震的人都特别排外。老姜直夸我聪明，赶紧按照我的吩咐开车出去买衣服，我则回到房间，特地对着镜子标了好几句洋文。为了把戏做足，我必须要让自己成为那个一口洋文一口中文，民国社会最时髦的仔。很快老姜就回来了，他给自己买了一套灰格子西装，还配了一条骚红色的领带。等我换上学生装，戴上金丝眼镜，从房间出来后，夸张的打了个招呼 ：“Hello， 我的姜管家。”老姜被我的演技深深震撼，表示都认不出我来了。我们订好前往湖北的火车票，就上了车。老姜
姜还带了一大包北平的糕点等礼物，说要给雷震的父老乡亲们尝尝。我暗暗点头，我这个小戏精终于带出了一位老戏精。上车后，我只管逗弄大虎，也就是我养的那只金皮斑斓玳瑁猫，需要喝咖啡或者吃午餐，都是打个响指吩咐，老姜去买，时不时蹦出一句 yes 或者是 no， 引来女乘务员对我一阵阵抛媚眼，还真把我当成了有钱人家的留洋少爷，要跟我邂逅一段露水姻缘。我又混着半句中文的英语回应他，一通下来，居然骗来了一口袋的糖果。我怀里的猫也享受了一番高级待遇，吃饱喝足以后，呼呼大睡。一天一夜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荆门和宜昌交界处的一个小车站。老姜提着行李箱，恭恭敬敬地请我下车。最后一刻，那个长得很妩媚的女乘务员还偷偷塞给了我一张小纸条，然后红着脸上去，足见我们一老一少一猫的魅力。我一边去看小纸条，一边引着老姜往南走。纸条上写着女乘务员的名字林秋月，可惜这里还是跟我记忆中一样荒凉，小小的车站一个人都没有，更别提黄包车了，我们只能步行。原先老姜还很有耐心，但在走了几个小时后，他终于忍不住了，隔一会儿就催一次，你不是高手吗？高手还怕累？废话，箱子又不是你提，老子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老姜破口大骂，注意你的身份，哪有管家对少爷这么说的话？我故意调侃了一句，然后从口袋掏出一颗糖，堵住了他的嘴。这回怀里的猫也已经饿得两眼冒金星，时不时的发出低沉的吼叫，发泄自己的不满。李静兰，你他娘的不会带我走错路了吧？到最后望着四处茫茫的荒野，老姜都有点绝望。我叫他放心，这条路就算是化成灰我都记得。小时候我就是游过漳河，深一脚浅一脚从这里逃出来，路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在梦里逃亡。前面是滚滚的河水，后面是抓我的镇民和火把。就在这时，我怀里的猫突然打了一个激灵，整个身子立起来，耳朵也竖得高高的。我还以为它是感觉到了什么危险，结果却发现它的鼻子一抽一抽，好像在闻什么味。大虎怎么了？我问道。下一刻，这只猫突然挣脱开来，嗷呜嗷呜的就往前跑。我跟老姜只能跟在屁股后面追。老姜一边跑一边骂说，等逮到这肥猫以后，非要做一顿下酒菜。跑了10几分钟之后，我和老姜齐刷刷的停住了脚步，转而欣喜起来，因为我们看到了飘在空中的一缕缕炊烟，有炊烟就有人家，同时一股鱼肉的焦香味也开始往鼻子里面钻。等我们跑到地方的时候，发现那里是一处月牙形的渔村，有好多赤裸着上半身的渔民在处理鲜货，还有的在晒网，一个个皮肤黝黑，显得很健康。没一会儿，我就在一个小吃摊下发现了大虎，这家伙正蹲在地上望着摊子流口水。好家伙，猫的嗅觉还真灵，我跟老姜也跑不动，干脆坐在摊位前问有什么当地特色小吃。刚熬好的小姜鱼汤，二位要不要？这可是咱们村的特产，肉又嫩又滑，汤又白又纯。这话立马勾起了我和老姜肚子里的馋虫，掏出钱放在桌子上，叫他快上。眼看2碗香喷喷的鱼汤端上来，我和老姜咕咚咕咚就喝，大虎也嗖的一下跳上饭桌，不停的蹭着我。我于是又买了1碗汤，叫他一边喝去。小吃摊老板见我们出手阔气，一下子照顾了3碗汤的生意，不禁眉开眼笑。他说，这里很少有外地客人，你们是不是迷路了？我直起脖子，朝不远处的那条大河瞥了一眼，反问道，难道这里不是漳河？小少爷还知道漳河？小吃摊老板显得很惊讶。老姜一边用鱼刺剔牙，一边接过话茬，我们家少爷就是漳河对岸土生土长的人，这不刚出国留学回来，就想探探亲。漳河对岸，莫非你是雷震出来的？小吃摊老板的脸色完全变了，他放下勺子，在我们对面坐下，表示还是头一回见到雷震的人在外面溜达，还跑国外去了。毕竟雷震有怪癖，他们从不外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漳河另一头的孤岛上，哪怕是柴米油盐用完了，也只是派人来渔村就近采买，绝不多走一步。忽然小吃摊老板好像想到了什么，嘀咕道，说来也怪，往常雷震会在每个月的月头派人来我这里买盐吧，现在都月中旬了也没见人来，难道是他们口味淡不怎么吃盐了？不好，雷震出事了。我跟老姜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神中读出了关键性情报。于是我又打听到，那最近你们这可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老姜掏出了1枚银元放在桌子上，我们家少爷就喜欢听怪事，你只要说的他满意了，这白花花的大洋就是你的。小吃摊老板摇了摇头，也没什么怪事，但为了那枚银元，只能绞尽脑汁去想。猛然间他一拍脑袋，对了，前2天龙王爷来巡河了。龙王巡河，见我们感兴趣，小吃摊老板立马滔滔不绝起来。前2天夜里，漳河对岸突然出现了一个个惨白色的鬼火，虽然没有手脚，却能上上下下的跳跃，就好像乱坟岗里的情景一般，看得很是瘆人。为半夜打鱼的大嫂无意间靠近了鬼火，您猜怎么着？连人带船都翻了。第2天变成了一具浮尸，吓得村民们晚上再也不敢出门了。都说是龙王爷巡游，那些鬼火是虾兵蟹将打的灯笼，谁看见就要被带去东海龙宫。听了小吃摊老板的话，我眉头紧锁问道，那鬼火只在河对岸出没？对呀。小吃摊老板点头，河对岸不就是雷震吗？还真是。小吃摊老板一拍大腿，鬼火就在雷震外面溜达，每个月采买盐巴的生意失约，河对岸的神秘鬼火，2条情报都在告诉我和老姜，雷震出现了变故，这让我们的心都为之一紧。然而当时的我们万万没想到，真
真正的变故比想象中更可怕。谢谢你，这钱是你的了。我笑了笑，喝干净那碗鱼汤之后，问老板待会儿能不能帮我们找个少工，把我们摆渡到对岸去。小吃摊老板露出为难的表情。少爷，你是雷震出来的，应该知道那边的规矩。雷震是不欢迎外来人的。如果知道是我们摆渡的，就再也不会给我们生意做。这一点我当然很清楚，当下选择了个比较折中的办法。那我们能租一艘小船吗？木筏也成。小吃摊老板表示这个没问题，他家就有。于是，在小吃摊老板的帮忙下，老姜划着船，我抱着猫，慢慢的飘向了河对岸。好巧不巧的，半道天就黑了，浓浓的雾好似一个大锅盖子，远远望去，那座孤岛就仿佛是在向我们不停的发出求救信号。我赶紧让老姜划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老姜却在大骂：这一路上都是我在干活，哪有徒弟这样对待师傅的？别嚷嚷了，快看雷震到了！我指了指前方，老姜的目光顿时被吸引，但见远方还真出现了一座坐落在小岛上的城镇。只不过这座镇子太老太旧，跟清朝老宅似的，在镇子四周还屹立着4座巨大的怪物石雕，如同4个巨人在守护着雷震。这石像挺奇怪啊！老姜自言自语。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劈落下来，哗啦啦的小雨点打在脸上。我知道一场暴风雨很快就会来临，不知道为什么，看完那4座石雕后，老姜的脸色变得很差，也不跟我说话，只是划着船往前走。就连我怀里的猫也竖起了毛，时不时不安的嗷呜一声，好像雷震里藏着看不见的敌人。我抚摸着大伙的脑袋，轻声安慰。眼前出现了一个高高耸立的门字框牌坊，上面清晰的写着8个大字：李家雷震，生人勿近。我得意的朝老姜挑了挑眉，意思是自己没带错。老姜还是没理我，而是僵着脸划过了石牌坊。眼前出现了一个长满青苔的水塘，我们的船就在那个水塘停住了。哈哈，我李金兰总算衣锦还乡了。姜管家，别忘了带上给大叔大伯买的北平糕点。刚一下船，我就大声吆喝，想把雷震的人给引出来。